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子宫是女人孕育生命的地方，对女人非常重要。但有一些女人会因为疾病的原因不得不摘除子宫。那女人没有了子宫会有哪些变化呢？首先，没有了子宫就不能生育了，这对女人来说是非常不幸的。那其次，没有子宫就会造成内分泌失衡，也会导致月经消失，使人加速衰老。还有免疫力呢也会下降，这样就会给很多疾病趁虚而入的机会。所以失去子宫对女人是很不利的。那除了这些变化外呢，女人没有子宫还能过夫妻生活吗？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失去子宫，体内雌激素减少，这样分泌物也会减少，在夫妻生活时会感觉干涩疼痛，这样呢也容易产生抵触情绪，从而影响夫妻生活。所以女性平时要好好的保养子宫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饮食，保证良好的情绪。也可以经常的吃点葛根，葛根对女人非常有好处。葛根中富含异黄酮，可以调节雌激素分泌，保证内分泌平衡。没事泡水喝，能够更好的滋养子宫和卵巢，让子宫更。高血压在中老年群体中非常常见，高血压的危害很大，可以说是长寿路上的绊脚石。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保健工作。若能做好下面这3件事，有助控制好血压。第一件事，调节好情绪。个人情绪对血压有很大影响，如果本身血压比较高，再出现起伏比较大的情绪，比如过于兴奋或者是生气，都会使血压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避免情绪波动大。第二件事，调整好饮食。血压高的人最好少吃盐，如果盐摄入过多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除了我们经常吃到的调味料食盐外，还有一些含盐分比较多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，这样对控制血压有帮助。第3件事，按时服用降压药。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降压药，要长期坚持服用，这样才能控制好血压。即使血压稳定了，也不能够擅自停药，要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。除了要做好上面这3件事外，平时还要少烟少酒，适量的运动，多测量自己的血压。只有这些都做到了，那么血压也不敢造反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人们吃的食物种类呢也越来越多，这也就导致很多人家里会有一些隔夜的东西，比如隔夜水、隔夜茶、隔夜菜等。那这些食物隔夜了还能吃吗？先来说隔夜茶。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茶，比如菊花茶呀、桂圆红枣茶呀、蒲公英根茶等。喝茶对身体呢有好处，但是对于隔夜茶大家就不要喝了，因为隔夜茶很容易滋生细菌，而且对肠胃健康也不利。再来说隔夜水，很多人喜欢喝白开水，如果喝不了，也容易呢留到第2天喝，那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喝了，因为隔夜水很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物质，喝了对身体健康也没有好处。最后是隔夜菜，虽说节俭是好事，但是隔夜的饭菜最好还是扔掉吧，因为有些菜如果隔夜的话，会导致亚硝酸盐含量增加，大量食用会给身体造成伤害，所以还是少吃为妙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虽然说多喝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不是随便喝就可以了，喝水也是有讲究的，3个时间最好别喝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睡觉之前大量喝水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吃完之后容易喝很多水，然后就洗睡觉了。晚上喝太多的水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而且还容易使人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同时还会造成水肿的情况，所以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。不过适当少喝一点还是有好处的。剧烈运动后喝大量水，因为剧烈运动之后身体会出很多汗，这时很多人就容易感觉到渴，然后喝大量的水，这样很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，对心脏健康不利。所以剧烈运动完之后10分钟再喝少量的水是最好的。饭后喝大量的水，很多人吃完饭后马上就会来一大杯水，这样很容易降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使人出现消化不良、腹泻等症状。所以大家吃完饭后尽量先不要喝水，可以半小时以后再喝。喝水是免费的长寿药，如果喝对了，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。那上面这3个错误，希望你尽量避免哦。
红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瓜，很多人呢喜欢吃，烤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。而且红薯含有很多的营养，经常吃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：减肥，预防便秘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很低，经常吃可以预防便秘，而且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好处2：增强免疫力。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好处3：保护心血管。红薯中含有的钾元素、叶酸以及维生素都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红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。下面的这2种人建议就不要吃了。第一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因为红薯中含有一种氧化酶，会在人的肠道里产生2氧化碳，吃多了会出现腹胀、打嗝的情况，所以胃溃疡的人不宜食用。第二个，空腹的人，如果空腹吃红薯，很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刺激胃黏膜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空腹时也不要吃红薯。据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但是肝不好的人也逐渐增多，肝脏健康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，所以要注意养肝。那怎么样才好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盘坐在垫子上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将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五指张开，然后2手同时的向前击掌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因为我们双手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这样双手对拍可以刺激这些经络穴位，同时畅通全身气血，对疏通肝经、养肝护肝有一定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坚持的做一做哦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食疗的方法也很重要，可以常吃一些养肝食物，比如枸杞、菊花茶、蒲公英根等，对肝脏都有保。俗话说10人9胃病，也就是说现在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胃不好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，那该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揉腹。我们先将双手叠放在一起，然后放到腹部，绕着肚脐顺时针微微的用力按揉就可以了。每次按揉100下。大家可以在2餐之间，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揉腹，最好呢不要在吃饱饭或者是饥饿的时候按摩。坚持这样揉腹，能够促进内脏的气血循环和肠胃蠕动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同时呢，还能够改善便秘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。现在很多人都有腰疼的毛病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小毛病，但腰疼发作的痛苦只有当事人才知道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腰疼。首先，我们自然站立，双腿保持并拢伸直，上半身往前弯曲，双手向下伸直，用双手尽量的去够地面，坚持5秒，再慢慢的起身，腰部往后弯，双手也向上伸直，这样拉伸，也是坚持5秒，反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既可以锻炼腰部，也能够拉伸腿部经络，畅通全身的气血，能有效的改善腰疼、腰酸的问题。那腰不好的可以经常的做一做，腰椎也会越来越好哦。那腰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还要注意不要过于劳累，多注意保暖。没事在家喝茶，比如冬瓜荷叶茶、虎桥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甲状腺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。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
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